你的 AI 现在可能正拿着一把公司的总钥匙，MCP 负责接工具，OAuth 2.1负责管权限。每次工具调用都要说清楚4件事儿：谁授权去哪个系统，能做什么，能用多久。比如销售经理让 AI 查合同，再把逾期名单写进 CRM， 事情办成了，后台却只看到一个共享系统账号。谁让他做的？为什么他能看全部合同？出了问题，又该撤谁的权限？这条视频就用一张临时通行证把这笔权限账拆开。先看 MCP 到底管什么。它的全名是 Model Context Protocol， 中文叫模型上下文协议。数据库、代码仓库、企业知识库都可以用同一种方式告诉 AI 我有什么工具，调用要传什么，结果会返回什么。开发者不用给每个系统单独造接头，这是 MCP 好用的地方。但接头统一了，不等于门禁也有了。不少演示为了先跑通，会把一枚 API key 写进配置，这枚密钥常常几个月不过期，权限还比实际任务大得多。财务和销售共用它，后端看到的是同一个系统账号。AI 明明只要查订单，拿到的却可能是整套系统的读写权。员工离职，电脑丢了，客户端失陷，管理员也没法只撤一个人的权限，只能把整枚密钥换掉，其他正常任务一起受影响。所以 MCP 像通用插头，它解决能不能接上。OAuth 2.1 像门禁，它决定谁能进去，能走到哪儿。OAuth 2.1做的是委托授权，用户不用把账号密码交给 AI， 只在公司的身份系统里确认，我允许这个客户端替我办哪些事儿。远程 HTTP 授权里有4个角色，用户是已经有业务权限的人，比如刚才的销售经理。MCP 客户端是替他跑腿的 AI 应用，可能是桌面客户端，也可能是企业智能体平台。授权服务器负责登录和确认，它会展示权限范围，再签发令牌。MCP Server 提供数据和工具，也可能把请求转到后端业务系统，把它想成公司前台，员工先验明身份，跑腿的人不会拿到员工密码，前台只给他一张临时通行证。这张通行证上有4道限制，它代表哪位用户，就是哪个客户端在代办，它只能交给指定的 MCP Server。客户系统的票，库存系统不能认，这就是目标资源绑定，也叫 Audience Binding。它还写着能做什么。Scope 可以只允许读取客户资料，也可以只允许更新 CRM。没必要一上来就给删除和群发权限。第4道限制是有效期，访问令牌会过期，管理员也可以提前撤销。总钥匙被拆成了受限的短期通行证。一次真正的授权，后台怎么跑？客户端先去请求 MCP Server， 这时他还没有合法令牌，服务端返回未授权，也就是401，同时告诉客户端去哪里找授权信息。客户端据此找到企业授权服务器，接着客户端生成一组 PKCE 参数，然后打开系统浏览器，用户在浏览器里登录，看清权限范围，再点确认。授权服务器先返回一枚短期授权码，客户端再拿授权码和 PKCE 证明去兑换真正的访问令牌。PKCE 全名很长，叫 Proof Key for Code Exchange， 它不是给授权码加密，它是在换令牌时再验一道只有原客户端能给出的证明。授权开始时，客户端生成一段随机秘密，只把算出来的摘要交出去。换令牌时再交出原始秘密。有人半路偷到授权码，没有这段原始证明，也换不走令牌。这对桌面端和移动端特别重要，因为他们很难长期藏住一枚固定密钥。拿到令牌以后，客户端把它放进 HTTP 请求头，重新调用 MCP Server。服务端要逐项检查，令牌是谁签的，是不是发给自己的，有没有过期， Scope 够不够，都对得上，工具才会执行。OAuth 2.1 对授权码流程有个默认要求，必须使用 PKCE， 它也不再保留隐式授权，也不再保留让客户端直接拿用户密码的旧流程。不过要说准确，到2026年7月，OAuth 2.1 仍是 IETF 的互联网草案，还不是正式发布的 RFC。工程团队说，采用 OAuth 2.1 通常只采用这套现代安全做法，以及它引用的成熟 OAuth 规范。接入以后，第一笔账清楚了，这次操作是谁授权的。日志里可以记录具体用户，也能记录具体客户端，不再只有一个笼统的系统账号。第二笔账是 AI 能做多少，令牌可以只开放查询，需要更高权限时，服务端先拒绝，客户端再追加申请。先只开放查询，这是最小权限，需要更多能力时再追加，这是增量授权。第3笔账是这张票能在哪儿用， MCP 客户端要写明目标资源，服务端也要确认令牌就是发给自己的。客户系统的令牌到了库存系统，后者不该认。还有一个常被误解的地方，令牌应该保存在客户端自己的凭据存储里，模型只决定调用哪个工具，传什么参数，真正发请求时，客户端才把令牌放进去，这样模型的对话上下文里没有令牌，它自然也就复述不出来。但这层隔离靠客户端架构，不是 OAuth 自动替你完成的。开发者要是主动把令牌塞进提示词，再好的授权协议也拦不住。令牌也不能进入对话记录，不能写进错误日志，更不能混进工具返回内容。MCP Server 还有一条硬规则，不能把收到的令牌原样传给下游服务，否则临时门禁卡又变回万能卡。装上门禁以后， AI 还是可能走错门。OAuth 管的是凭据和权限，它不会判断一条业务指令合不合理。
攻击者可以把恶意指令藏在网页文档或邮件里 ，AI 读到以后可能误以为自己应该发送数据，还可能修改记录，甚至删除内容。这就是提示词注入，权限边界能缩小损失，生产环境还得自己补几道闸门，查询和转账不能用同一套确认规则，删除和群发也不能静默执行，服务端每次都要检查这个用户有没有权访问这条数据，不能只看令牌是真的，还要看这次动作是否被允许。高风险动作执行前，把工具名称、关键参数和影响范围展示给用户，让人确认以后再动手。令牌过期后，客户端可以后台刷新，再重试刚才的调用。AI 的长任务能不能接着跑，要看客户端有没有保存任务现场。OR 组提供续票，不负责恢复工作台。客户端登记方式也不是只有一种，企业可以预先录入，也可以使用原数据文档或自动注册。但自动注册不等于谁都能绕过审批拿到入口，不同 MCP 连接也不能套同一条授权流程。远程 MCP Server 走 HTTP， 它访问的是受保护资源，跨过的边界多，标准授权很有必要。本地 STDIO 是另一回事儿。客户端直接启动本机工具进程，凭据通常来自系统环境或本地凭据存储，重点是本机账号、进程权限和秘密存储，不一定再走一遍浏览器授权。公开只读服务可以允许匿名访问，不涉及用户身份，也不一定需要登录。没有具体用户参与的机器任务，也可以让机器用自己的凭据证明身份。选哪一种，要看谁在调用，还要看数据放在哪儿，又跨过哪些信任边界。企业准备开放 MCP 工具时，先把6个问题摆到评审会上。这次调用代表谁？日志能不能追到用户和客户端？这枚令牌只能交给哪个系统？服务端会不会核对目标资源 ？AI 最少需要什么权限？查询、修改、删除和发送有没有拆开？令牌放在哪里？会不会进入提示词、对话、日志或工具返回？高风险动作由谁确认？用户能不能先看见参数和影响范围？权限怎么收回？员工离职、设备丢失、客户端失陷、任务结束，能不能只撤掉对应的人、设备或客户端？这6个问题答不清，接再多 MCP Server 也只是把共享总钥匙插到了更多门上。MCP 让 AI 能办事儿 ，OAuth 2.1 让后端知道这件事是谁允许的，也知道它能做到哪一步。先把权限账记清楚，再让 AI 动手，把这6个问题带进下一次 MCP 上线评审。我会把 AI 讲成业务里能用的判断。关注我，点赞、收藏，下次继续看。